他万万没想到，只是点了一杯咖啡，外面竟突然爆发了可怕的枪击事件。街上的人顿时吓得屁滚尿流，酒吧里的人也好奇地涌到门口围观。可眨眼之间，大街上的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由于无法确定暗处的狙击手藏身何处，谁也不敢贸然踏出酒吧半步。就在这时，地上的尸体竟突然动了一下。一名热心店员想把外面的人救进来，刚跑到那人身边，就被暗处飞来的子弹爆了头。短短2分钟，已有2人莫名丧命。酒吧里的人这才意识到，只要一出门，就会被狙击手射杀。有人猜测杀手是恐怖分子，也有人认为他是个报复社会的疯子。就在众人激烈讨论之际，老妇人却发现了诡异的一幕：外面的2具尸体竟然凭空消失了，连地上的血迹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这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警觉。如果真是恐怖分子作案，根本没必要清理现场，难不成尸体自己复活跑掉了？丽莎刚说这绝不可能，一名店员却猜测他们可能遭遇了外星人袭击。老太太二话不说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让他别在这儿胡言乱语吓唬大家。这时，一位退休的老警察开口了，他说：“之前那2人都是走出酒吧后才被射杀的，说明杀手此刻肯定还在外面。只要他们留在酒吧里，暂时就是安全的。”但丽莎却提出另一种可能，杀手未必是随机射杀路人，或许死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，比如仇人。这句话瞬间点醒了老警察，他神色一凛，低声说道：“凶手不一定只在外面，也许他的同伙就藏在我们中间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突然神色慌张地看向自己的背包，仿佛里面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这一幕恰好被眼尖的老警察捕捉到，他立刻下令控制住胡子男，并打开了他的背包，所幸里面只有几件脏衣服和一块硬盘。胡子男见瞒不住了，只好坦白，硬盘里存的是他私密的视频，所以刚才那么紧张。大家刚松了口气，以为是虚惊一场，卫生间里却突然传来一阵异响，仿佛有人在里面。店员想撞开门查看，可大门异常坚固，无奈之下，老秃掏出枪打爆了门锁。门一开，果然发现一个胖子趴在马桶上，地上还有一支刚用完的注射器。起初大家都以为胖子是个瘾君子，但细心的丽莎却发现那支药剂并非违禁品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外面突然驶来一辆装甲车，几名身穿防护服的士兵跳下车，却并未施救，而是往地上扔了几个轮胎，用喷火枪点燃后迅速撤离。紧接着，电视新闻开始播报市中心发生重大火灾，众人震惊不已。明明是枪击和疑似生化事件，为何报道却说是火灾？就在这时，卫生间里的胖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，大家转头一看，当场傻眼，他的眼球肿得像鸡蛋一样，看起来如同变异的丧尸。众人正惊恐万分，胖子的手机突然掉在地上，他本人也支撑不住，倒地不起。临死前，他用最后一口气艰难地说：“别碰我”，便断了气。起初没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直到他们捡起胖子的手机，才发现了恐怖的真相。胖子曾是军方防疫人员，在非洲执行任务时感染了某种未知病毒，回到西班牙后，他发现自己病发，为逃避隔离，才躲进这家酒吧。军方为防止病毒扩散，早已将酒吧封锁，任何试图离开的人都会被射杀。而刚才接触过胖子尸体和手机的5个人，也被众人视为潜在感染者，被迫送往地下室隔离，并带上胖子的尸体。老妇人患有幽闭恐惧症，拼命拍打地下室的门呼救，但无人回应。慌乱中，她不小心打翻了一箱酒，却意外发现地板下竟藏着一个下水道入口。流浪汉顿时来了精神，立刻往身上倒了一桶大豆油，准备从狭窄的洞口钻出去。他知道这下水道通向街上的井盖，可惜洞口太小，他折腾半天也没能钻进去。正当众人焦头烂额时，楼上突然传来几声枪响，起初以为是内讧，冷静下来后才意识到有人闯入了酒吧。军方开始大清除了，他们能活下来纯属侥幸。更糟的是，军方临走前放了一把大火，意图彻底焚毁酒吧。地下室空气迅速减少，众人只好先把卡在洞口的流浪汉拽出来，费尽9牛2虎之力，总算把他拔了出来。等上面彻底安静后，他们撬开地下室的门，却发现整个酒吧已化为灰烬，现场被军方全面封锁。胡子男眼尖，捡到一把掉落的手枪，悄悄藏了起来。
丽莎则找到了胖子的手机，翻看聊天记录时，她有了惊人发现：胖子感染后一直与某人联系，对方提到过病毒疫苗。显然，胖子在厕所注射的正是疫苗，但效果甚微。大家立刻开始搜寻剩余的疫苗，却一无所获。这时，流浪汉慢悠悠地掏出一个小瓶子，疫苗尽在他手里。他说疫苗只有4支，而他们有5个人，意味着1人注定无法获救。店员提议抽签决定，但没人愿意接受这个结果。就在僵持之际，流浪汉突然拿起1支疫苗，毫不犹豫地给自己注射了。胡子男顿时暴怒，扑上去与他扭打。混乱中剩余的疫苗不慎掉进了下水道，众人这才冷静下来。唯一的办法是让身材最娇小的丽莎钻进下水道捡回疫苗。大家往她身上涂满豆油，合力将她塞进狭窄的洞口。尽管痛苦不堪，丽莎最终还是成功下到水道，并找到了疫苗。但她没有立刻交还，她知道就算交上去，自己也未必能分到1支。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活命，于是她对上面喊话：“我不会独吞疫苗，你们自己下来拿。”随后把疫苗藏好，独自爬向街上的排水口。爬出后，他发现酒吧已被彻底封锁，防疫人员正在对尸体消毒。与此同时，上面的人为了追疫苗，疯狂扩大洞口。3个男人相继钻入下水道，但体重200多斤的老妇人却被卡在洞口，进退不得。3人拼命拽他的头，才勉强将他拖下来。刚落地，胡子男就一把将流浪汉拽入水中，显然还记得刚才的仇。水下传来一声枪响，流浪汉再也没浮上来。胡子男随即威胁丽莎交出疫苗，但丽莎拒绝。他转而举枪对准店员，只要干掉他，剩下的3支就够我们每人1支。话虽如此，他并未开枪。为求生路，众人只得继续寻找出口。不料老妇人突然将店员推入水中，死死按住他的头。幸好胡子男及时出手，才救下店员一命。店员崩溃质问：“我只是一名普通服务员，勤勤恳恳养家糊口，从没害过人。最该死的是你，你整天游手好闲，不是喝酒就是借钱找男人潇洒。”这话戳中老妇人的痛处，她沉默片刻，竟接过胡子男的枪，对着自己扣下了扳机。丽莎见状，终于将剩余的疫苗交出。可就在3人准备注射时，身后突然窜出一个身影，是流浪汉。他根本没死，刚才只是装死潜伏。他一棍子砸死了店员，吓得胡子男和丽莎拔腿就跑。流浪汉在后紧追不舍，发誓要杀光他们。2人逃到一处井盖出口，丽莎拼命往上爬，却不小心踩断爬梯，疫苗掉落水中。更糟的是，井盖纹丝不动。就在此时，流浪汉追了上来，死死拽住胡子男的腿。胡子男自知无路可逃，将最后1支疫苗塞给丽莎，大喊：“快走！”丽莎绝望至极，却别无选择。她将疫苗注入体内，用尽全身力气顶开井盖，终于逃出升天。影片至此结束。